万物皆有起源，洪荒之初，万物之始。自混沌中同时诞生出光明之神元始天尊与黑暗之神宇宙大帝。为了阻止宇宙大帝在星系中的恣意破坏与毁灭，元始天尊与其征战数十亿年却难分胜负。最终，元始天尊为了增加变数，主动退出争斗，并化身为一颗行星赛博坦，通过陷入沉睡来隐藏自己的生命能量，从而躲避宇宙大帝。为了打败宇宙大帝，元始天尊利用自己的火种创造了13位元祖金刚，史称13天元领袖。13天元利用自身不同的能力，在天尊的引导下，经历了一番苦战之后，终于成功的将宇宙大帝封印在一颗行星之中，使其进入无尽的休眠状态。但在战斗中，众人并未察觉到马克西莫和震天尊已经被宇宙大帝的黑暗火种侵蚀。大战之后的漫长岁月中，内心逐渐黑化的马克西莫，利用震天尊对赛天骄的微妙感情，精心设计出一个陷阱，让震天尊误以为赛天骄欺骗了他的感情。被嫉妒和愤怒冲昏了头脑的震天尊，用镇魂枪失手杀害了深爱的赛天骄。当其他天元赶到之后，惊讶地发现赛天骄的遗体发出蓝色光芒，并逐渐消融，最终渗入赛博坦地表之下，并在倒下之处形成了一口发光的深井。这里就是被后人称为世界中心的火种源之井。此时冷静下来的震天尊意识到被马克西莫欺骗，愤怒地杀死了马克西莫，并为自己的愚蠢行为而自责。他为自己改名为堕落金刚，决定离开赛博坦星自我流放。经历此次事件之后，剩余的天元经过长时间的反思与讨论，根据每个人的能力与特长，规划了各自不同的方向。瑞天晓与微天星决定回归到火种源之中，以13位天元为原型，创造出赛星全新的种族。太师傅负责整理知识和记录历史，尹天行负责监视宇宙大帝以及时空异常。第13天元选择进入火种井，隐藏领袖能力后重生为一个普通生命体，以此来了解新的种族，并与众人约定，只有出现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才能唤醒自己。其他天元则根据自己的能力自行安排。在此之前，第13天元特意嘱咐太师傅，从记录历史的元始天尊圣约之书中删除自己的真名，以免暴露行踪。当瑞天晓、微天星和第13天元进入火种井之后不久，伴随着耀眼的光芒和大地剧烈的颤抖，无数个大小不一、体型各异的机器生命从井中蜂拥而出，它们飞驰而去，消散于赛博坦贫瘠荒芜的地表远方。新生命形态的洪流持续到第3天，太师傅终于看到了第13天元那独特的火种出现在他们眼前，并在罗列了所有造物民的圣约之书中看到了他的名字——奥利安·派克斯。赛博坦星从此迎来了全新的进化时代，同时也代表着诸神时代自此结束。进化时代持续的时间已经无从考证，直到那场可怕的大灾变来临。一颗垂死的恒星给赛博坦带来了数以万计的陨石群，对整个地表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紧随而至的电磁风暴肆虐了整个星球，即使强大如巨狰狞们也未能在这场灾难中幸免。天元领袖们也不得不躲进地下来保护自己。当那颗垂死的恒星彻底通过之后，这场恐怖的灾难终于结束。幸存下来的机器生命走出了藏身之所，在那之后过了数百年，他们逐渐打造出赛星最初的文明，史称起源时代。大灾变事件促使这些机器生命体开始思考整个世界以及自身的存在意义，并逐步聚集成为有组织的团体。大灾变的电磁风暴对幸存者的记忆造成严重损坏，元始天尊与13天元的历史从此成为碎片化的神话传说，而留存于世间的几位不朽天元也故意隐藏了身份，从那时开始消失在赛博坦的记录中。只有一直不断涌现出生命的火种源之井，依然被所有赛星人敬仰。而当知识与学问的储藏库铁堡建立之后，迅速吸引聚集了赛星所有的精英，并逐步形成了以铁堡为中心的繁华都市，最终让这儿演变成为赛博坦的首都。隐藏天元身份的太师傅也定居在这里，并设立了档案馆，继续着他的未完使命。虽然在这期间出现了众多的军阀与野蛮人团伙，但总体上赛星仍然处于和平发展时期。直到五面怪异族的突然出现，他们自称是赛星人的创造者，并打开了赛星人隐藏的变形能力以证明此事。震惊惶恐的赛星人信以为真，从此甘愿臣服于五面怪的统治之下。当初13天元领袖们对变形齿轮秘而不宣的决定，如今看来似乎是一个可怕的误判。但了解真相的太师傅并未揭穿此事，准备看清五面怪的企图之后再做决定。五面怪给赛博坦带来了最新的科技，并建立了议会、法治和阶级制度，
同时也篡改了赛博坦起源于原始天尊的历史。仅仅在几年之后，赛博坦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但赛星人们也逐渐发现，五面怪的统治正在将赛博坦变成一个殖民星球，他们随意处决无辜的民众，赛星人只不过是他们眼中的奴隶。第一任议会领袖玉天敌与其他议会成员逐渐对五面怪的行为产生了怀疑，并让通天晓成立了一个情报小组进行调查。在爵士、警车、声波以及档案管理员奥利安·派克斯的协作之下，他们终于发现了五面怪的阴谋。原来五面怪准备建立一个巨大的太空桥，将赛星人和攫取的能量转运回自己的星球昆塔莎，而变形齿轮本就是赛星人自身机能的一部分。得知真相后的赛星人们非常愤怒，在玉天敌的领导下发动了起义和反击。波坦人对于未来的憧憬，即使残存下来的人口数量很少，能源供给却依旧不足。五面怪留下的社会等级制度被再度强化。在之后的3000年中，沮丧和挫败感的情绪充斥着整个星球，极端暴力文化开始盛行。在卡隆城的底层矿工中，逐渐形成了残暴的决斗士文化。议员声波对这些社会问题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但与天敌领导的议会却对此束手无策。声波失望地退出了议会。预感到危机的太师傅来到一处隐秘之地，见到了魔力神球。这是当年天元们共同创造的一台连接着原始天尊核心的超级计算机。太师傅试图通过魔力神球与天尊进行交流，但是魔力神球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属于领导模块的时代即将来临。当矿工 D16第一次参加决斗士比赛时，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传说中的震天尊。这个冷酷无情、充满叛逆的强者，在多次取得胜利后的欢呼声中，渐渐被人们称之为威震天，迫切希望改变社会的共同理想，让奥利安·派克斯意外地和威震天成为了朋友。然而，与希望建立和平与秩序的奥利安不同，威震天渴望的是霸权与掌控。不同的理念使他们走向必然的决裂。威震天众多的支持者给自己取名为霸天虎，而奥利安的拥护者则给自己取名为汽车人。当第一眼见到威震天时，太师傅立刻就看到了他的祖先堕落金刚的身影。太师傅在议会上宣告了远古传说的领导模块即将现世，并且会选出一位领导者，带领着所有赛博坦人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而探求领导模块的使命则交给了奥利安·派克斯。在威震天愤怒的目光中，奥利安知道他们的所有友谊自此终结。太师傅此时将一个被遗忘了100万年的名字还给了奥利安·派克斯。是的，属于第13天元领袖的时代终于来临，擎天柱回来了。而赛博坦也从这一刻开始进入了长达数百万内战时代。